美国五角大楼曾在2015年的时候宣布呢，将与苹果等科技公司以及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开发军用的可穿戴设备。而这项为期5年、总投资金额超过1.7亿美元的计划呢，将使美军的单兵装备越来越智能化。而目前为止，单个美国陆军士兵身上的装备品种细数下来呢，都不下100种，用武装到牙齿来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下面老兵就给各位老铁聊一聊7款美军现役的单兵高科技装备。1. IHPS 整合头部防护系统。美军的士兵防护系统的项目包括5个部分，这5个部分分别是防护躯干的硬装甲、防护躯干和手足的软装甲、防护头部的头部防护以及眼部防护的一体化士兵传感器系统。而这个 IHPS 就是一体化头部防护系统的缩写。同以往的传统头盔相比呢， IHPS 头盔拥有更强大的防护覆盖面积，除了眼部上方之外呢，包括头部、面部等位置都在保护范围之内。从造型结构来看，与我们常见的全罩式机车头盔非常相像。不过由于在制作工艺和材质上融入了黑科技，整个头盔十分轻便，丝毫不会给士兵带来负荷压力。根据资料显示，这款头盔的防护效果达到了 NIJ 标准的3级防护的标准。简单来说呢，就是能够在近距离的情况下防御 7.62 毫米口径以下的子弹。除此之外， IHPS 头盔还实现了对整个头部的完全防护。目前在美国陆军步兵首先接受测试使用之后呢，包括装甲部队的车辆射手在内，多个兵种都将全面换装。2. 高级防护作战服系统。PCU 系统是美国军事部门和美国登山运动员马克·特维特以及诸如 Nextech 应用公司等私人公司合作研制的一种采用了最先进纤维技术的作战服。这种作战服呢共有7层，采用了 Nextech 专利的封装技术，而这种封装技术呢和以往只在衣服一面增加涂层的层压和涂布技术有很大的不同。使用这种技术的 PCU 作战服，每根纤维外表均覆盖了一层聚合涂层，从而形成了一种坚韧的持久的结构，能够在零下45到65度的温度范围内防雨、雪和大风。通过阻止身体的热量散发来保持温暖，并且能够有效地阻止冷空气进入绝热层。目前 PCU 作战服仅配发给了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特种作战部队，初始的配发数量为5000套，最终可能会增加到15万套。这也是美军首次4大军种联合研制的军用作战服。3. ENVG 头盔式夜视镜。美军 ENVG 夜视仪是一种可头盔安装也可以手持使用的装备，整个系统包括头盔安装座、线缆和电池，全重0.9公斤，续航时间为7.5小时，识别率为150米处 80%、300米处 50%。它不仅结合了夜视图像增强装置的微光能力，而且还具备热成像系统的热感应能力。而这与蛇的热感应能力相似，不但可以在晚上或者黑暗中使士兵看清周围的环境，还可以在小雪、小雨、轻烟、低光照情况下进行探测。根据了解，美军在 ENVG 头盔式夜视镜上的研发时间呢，长达20年之久，先前仅装备于美军特种部队，经过其后期的技术突破，目前已经开始装备美军的普通作战部队。当然了， ENVG 并不是一台简单的热成像仪，它还具备智能的极像增强的功能，可以对图像进行数字处理，以增强清晰度，并且输入和输出含有数据或地图的数字文档。4. MS-2000 求生频闪灯。在很多现代军事题材的游戏当中呢，都可以看到士兵的头盔上会加装一个橄榄绿的方盒子，而这玩意儿就是 MS-2000 求生频闪灯。它在满电状态下能持续工作8个小时，开启后呢，能提供每分钟60次左右的频闪，闪光最高亮度25万流明，大概是普通强光手电的190倍，使用2节 AA 电池供电，同时还配备了密封胶条，可以在水下60米的深度使用。根据美国军方在能见度较好的情况下测试， MS-2000 发出的频闪在9公里外肉眼依旧可以清晰辨认。除去求生能力外呢， MS-2000 还可以用于敌我识别，在美军近距离空中支援行动中，地面部队经常使用它用于标记目标，例如地面部队呼叫空中武装支援时，开启 MS-2000 并加上滤光盖，空中力量就可以通过热成像仪等夜视设备发现己方的闪光标志。5. AirTOS 敌我识别贴片。AirTOS 是美军常用的军规级红外识别贴片，
主要用于识别敌我。每片敌我识别贴片都以一层或者多层红外反射或者发光红外薄膜组成，能够被美军夜视设备、热成像仪以及高级光学观瞄装备检测和识别。通常单兵按套配发，一套为3个，分别通过魔术贴粘贴在头盔后部、手臂等不容易被遮挡的位置。作为一款被动识别敌我的装备，贴片本身呢没有任何的发光属性，主要通过材质本身的蜂窝状结构来反射 IR 光源。步兵或者特战分队使用夜视仪时，用 IR 补光灯照射贴片呢，就会看到很强的反光，以此来进行敌我识别。6. Blast Gauge 爆炸冲击波传感器。由于现代战争中子弹所造成的伤亡比例不足 10%， 而来自炮弹、航空炸弹等其他爆炸物所带来的损伤高达 80%， 所以美国海军呢开发出了一款仅有硬币大小、专门用于爆炸冲击波的 Blast Gauge 检测系统。它可以快速检测士兵遭遇的爆炸压力和冲击波，为后续治疗提供关键性的数据，并且通过内部算法也可以分析士兵是否适合继续战斗。整套装备分为穿戴和检测2个部分，士兵仅需佩戴穿戴部分即可。而穿戴部分呢，又分3个内置重力加速传感器构成，背后 HSC 3个不同颜色的字母，对应头部、肩膀、胸口3个部位。使用时，通过 5.56 毫米的子弹头按压正面的激活按钮，等待背后指示灯变绿就表示激活成功。传感器收到爆炸冲击波之后呢，外壳上的3个指示灯会根据冲击波大小亮起，其中0号绿色指示灯亮起，说明运气不错，基本没有受到伤害，可以继续战斗。1号黄色指示灯亮起，说明受到的冲击波伤害相对轻微，还能战斗。不过战斗结束后呢，需要马上接受进一步细致检查了。2号红色指示灯亮起，表示受到的冲击波伤害的强烈，需要马上撤出战斗，不然随时可能被上帝带走。由于这款防护性装备对于单兵救治的意义非常大，因此被美军称赞为爆炸性战伤救护的革命性进步。7. Net Warrior 军用智能手机。军用便携式电脑在实际作战中有着重量大、操作困难等问题，为此2011年美军启动了 Net Warrior 计划。整个计划的内容呢，是采用商业智能电话取代美军当前笨重的便携式电脑。目前入围的手机产品包括摩托罗拉的 HX 系列和三星的 Galaxy 系列。与民用电话的不同之处呢，是这些军用手机不能拨打电话，并且蜂窝天线、WiFi 与蓝牙也都被开发商取消了。士兵在使用时要通过 USB 连接战术电台，使用军用的战场无线网络。不仅可以直观地查看队友的位置，还能标记敌方阵地，甚至通过内置的 App 还能操控无人机进行辅助作战。所以根据目前智能电话的强大性能，现代战争的规则很可能被美军重新定义。因为相比于传统的便携式电脑，手机更适合拍照，也更便捷。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老铁还想了解哪些美军单兵装备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